鐵路係香港公共運輸網絡嘅骨幹，咁所以喺港鐵站上蓋嘅項目，以至係鄰近住出入口嘅完善屋苑，咁基本上都好深受用家、投資者又或者租客歡迎㗎。咁貪佢出入夠方便啦，周邊嘅生活配套完善，咁而且樓價亦都有一定嘅抗跌力。今次我就會參加一個位於新界嘅鐵路盤，已經有超過40年嘅樓齡㗎啦。咁但係租金一直都幾高下。咁喺過去嘅一年，尺租曾經做過最高46蚊，咁平均都有成41、42蚊㗎。咁拍得住新界區一啲比較大型啦，又或者新啲，咁甚至係部分喺九龍區嘅鐵路完善屋苑。嗱，講緊嘅就係新葵芳花園啦。咁究竟呢個屋苑有啲咩嘢特別之處呢？咁我哋都會參觀兩個400幾尺嘅租盤，了解一下最新嘅租務情況，亦都會睇埋屋苑近期嘅樓價走勢，咁俾投資者計計回報率之餘，亦都可以俾用家作一個參考。咁睇完之後，大家都可以下面留言講下睇法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而仲未 subscribe 嘅你就快啲訂閱我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。顧名思義，新葵芳花園位於港鐵嘅葵芳站。雖然佢就唔係完全喺正上蓋，而係坐落喺旁邊公共運輸交匯處嘅上面。不過因為交匯處對應葵芳站 A 同埋 B 出口嘅路段設有頂蓋，所以其實住戶一落樓都係唔需要日曬雨淋就可以直達到港鐵站。屋苑由新地同埋港鐵合作發展，屬於早期嘅鐵路住宅項目，喺1983年落成入伙。雖然樓齡就已經有成大概42年，但係憑住佢嘅交通同埋生活配套等嘅優勢，就成功爭返唔少分數啊！先睇交通，葵芳站屬於荃灣線嘅鐵路車站。雖然就唔係轉車站，但係只要向前搭一個站去到荔景站，就可以轉乘東涌線；而搭2個站去到美孚站，就連接屯馬線。去港九新界都有更加多嘅路線選擇。唔想依賴鐵路嘅話，除咗屋苑樓下就係公共運輸交匯處之外啦，附近都再有唔少巴士同埋小巴路線。不過佢哋就主要覆蓋區內、荃灣、青衣、九龍同埋新界等嘅地方，往返港島嘅巴士就唔多。但係整體嚟講，佢嘅交通網絡都係好成熟同埋方便。鐵路盤基本上都設有商場，但係早期嘅項目規模一般都唔係好大，好似新葵芳花園嘅基座商場好着中心，就只係有地下同埋閣樓2層。睇返昔日嘅報道，商場由好着酒樓過百名嘅股東持有，1984年向地鐵一手買入自用，其後分間出租，屬於地鐵極少賣出嘅商場物業。業主曾經喺2005年公開標售商場，但係後嚟就擱置咗。而家喺去閣樓嘅扶手電梯隔離，都仲保留住當年一幅大型嘅駿馬奔騰壁畫添。不過閣樓嘅鋪位就已經空置咗㗎啦，啲人上嚟都主要係去葵芳邨葵芳廣場嘅嗰一邊。至於地下就會有比較多嘅鋪位，而家有少量嘅食肆、外帶店、報紙檔、超級市場、五金鋪同埋診所等嘅鋪頭，叫做能夠滿足到居民嘅基本所需。不過單係呢一個小型商場，又點會支撐到新葵芳花園完善配套嘅呢一個賣點呢？其實最主要就係屋苑嘅對面有新都會廣場同埋葵涌廣場補足返。前者屬於一甲級商廈，基座設有7層大型購物商場，提供戲院、餐飲同埋零售等過百間嘅連鎖鋪頭，以及休閒玩樂嘅空間。至於後者就係大家熟知嘅葵廣啦，定位同新都會廣場完全唔同。4層嘅商場以小店為主，設有唔少嘅時裝鋪、小食同埋飲品店等等，而且價錢普遍都比較相宜啊，所以都吸引到唔少區內或者區外嘅朋友嚟行街同埋掃街。正正因為呢兩個商場嘅賣點唔同，喺兩者互補之下，加埋附近街道嘅民生鋪頭、街市同埋其他商場等，居民買嘢、食嘢同埋消遣都有唔同類型嘅選擇，大大增加咗新葵芳花園嘅吸引力。雖然附近嘅生活配套走完善，但有2點都需要留意㗎。首先，新葵芳花園係不設會所，只係有花園平台，入邊就設乒乓波台同埋1間嘅幼稚園。其實喺車站嘅上蓋仲有一個公眾休憩空間，而出入口正正就位於屋苑入邊。
空間足足有成個車站咁大啊！原本就設有一啲兒童遊樂或者長者健身設施，咁但係拍攝當日見到咧就已經圍封咗噶啦，咁變相只能夠喺呢一度坐下、散步，又或者跑步做下運動等等。咁但對居民嚟講咧，就叫近近地多咗個地方活動。其次就係屋苑雖然設有停車場，唔計時租嘅話，有大概110個嘅私家車車位，咁但係以全屋苑大概1264伙嚟去計，平均要大概11.5戶先爭到一個車位，比例唔算好足夠。咁始終樓下咧就係鐵路站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啊，咁加上要有車位佔用人退租之後，先到下一個輪候者用，咁所以代理話都要排幾耐下噶，或者需要以年計。至於月租方面，當俾大家一個參考，由下個月開始，車位月租係2830蚊。如果大家真係好想揸車嘅話，喺屋苑隔離都有個多層停車場噶，佢就以季租嚟去計，浮動車位就係7200蚊，位上嚟每個月就係大概2400蚊。睇返新葵芳花園，由5座31至到32層高嘅大廈組成，供應超過1200個嘅單位。不過就只係得2房戶，就面積都係400幾尺。分為2款開則，一款係長直廳，實用有400尺或者418尺。另一款就係女字廳，實用大概408尺或者415尺。每一座都有供應到呢2款開則噶啦，加埋一層就有8房，共用3部分咗單雙樓層嘅電梯。由於每一座嘅佈局都差唔多，加上採用一字形排列，所以景觀上都未算好多元化。但係就每一款開則都有唔同選擇。前排嘅單位即係3至6室，向西北，以新都會廣場方向嘅市景為主。至於後排1室、2室、7室同埋8室就向東南，主要望葵芳閣同埋公屋葵翠村一帶。部分單位可以望到山景，甚至遠眺到葵青貨櫃碼頭。當然，如果比較受歡迎啲嘅，就啲高層或者個景觀會比較開揚啲啦。A、B 座同 C 座咧，望個新都會嘅景觀會比較闊啲。咁另外再主打啲一線啲嘅景觀咧，就係 A 座嘅東南大單邊，即係頭先所講嘅貨櫃碼頭會望到海景。今次我哋參觀嘅2個租盤都係位於後排，雖然就睇唔到新都會廣場嗰一邊嘅完整景觀，但係就勝在有晒2款開則啊！睇完之後，除咗會分析佢哋嘅叫租之外啦，亦都會了解埋屋苑近期嘅成交價，大家就記得睇到最後啦。第一間我哋會先睇女字廳嘅一款，嚟自 E 座低層7室，就面積415尺，業主而家叫租16800蚊，位上嚟尺租大概40個半。入到嚟大廈啦，大堂都幾新淨同埋光猛噶，但係就話屋苑喺大概10年前已經做咗維修翻新工程，不過上到嚟樓層咧都係有啲年代感。一到嚟咧會先有條比較長少少嘅玄關走廊啦，但係見到咧都係闊落嘅。咁呢邊咧就會係去廚房嘅位置啦，就唔算好大，咁但係見到咧佢嗰個收納咧同埋備餐空間都係充足嘅。尤其係備餐嘅位置啊，因為呢一度只係做咗一個單頭電磁爐，所以台面都騰出咗唔少嘅空間。但係對於成日煮嘢食嘅租客又或者家庭客嚟講咧，就未必好啱啦。可能都需要額外添加一個座台式嘅電磁爐。另外呢邊咧就會擺雪櫃，咁其實後邊呢個位置咧都仲有個空間咧，可以擺個櫃仔啊或者置物架喺度。咁業主都有留低部洗衣機喺度嘅，咁整體都算係保養得唔錯，咁係會有一啲使用痕跡啦，咁但係簡單清潔一下咧都唔會話有太大嘅影響嘅。咁廚房咧就係明廚嚟啦，咁都係對住天井嘅，不過因為呢度咁啱好咧就係對住屋苑嗰個平台，咁所以都會有一啲光線滲入啦，令到個廚房望落個感覺咧都唔會話好暗嘅。咁我哋就出去繼續睇啦。咁喺廚房嘅對面啦，就會喺一個玄關櫃嘅位置。咁就咁睇咧，就好似好薄咁啊！咁但係其實呢度望落去咧係有一定嘅深度。咁原來本身呢一度咧已經係預留咗一個凹位去做玄關櫃㗎啦。咁只係業主可能再褪出咗少少啦。咁但係都唔會話好影響到走廊嗰個闊度嘅。咁而再行前少少咧，其實都仲有位可以擺到組細細地嘅鞋櫃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個女字廳嘅格局，咁先入到嚟呢一個空間啦。咁見到其實擺完呢一組櫃之後咧，呢度都仲有足夠嘅位置咧，係可以擺到張4人嘅餐台嘅。咁變相咧嚟到客廳嘅呢一邊咧，咁個空間咧就會非常之闊落啦。咁除咗可以擺張3人梳化之外啦，咁其實呢度都仲有足夠嘅位置可以擺到啦嗰張茶几啦，又或者係其他嘅家私嘅。
見到電視啦同埋梳化之間嘅距離啦，其實都係幾充足下㗎。咁但係就聽代理講啦，其實本身咧嗰幅牆就大概嚟到喺呢一個位置度嘅。咁不過業主咧就將佢而家係褪後咗。嗱，單位咧就係向東南嘅，咁除咗會望到隔離嘅 D 座之外啦，咁主要都係望住葵翠邨啦，咁同埋隔離嘅警署。咁雖然就係位處低層啦，咁但係見到咧其實都唔會話有好大嘅壓迫感啦，同啲樓徑之間都係有一啲距離嘅，佢個採光都唔差啦，因為其實佢有好多嘅窗，咁加埋飯廳嗰邊嘅窗就可以做到幾好嘅對流通風效果。咁浴室咧就會係呢一邊啦。咁係明廁嚟嘅，咁空間上咧就唔會話好大，咁但係見到都會有一定嘅收納量啦。咁另外喺門後邊咧就會係旗杆。咁最後我哋睇埋兩間房啦，咁就會係一個打對角擺放嘅。咁我哋先睇走廊盡頭嘅呢一間啊，好光猛喎，係因為咧呢一間房咧，咁其實就轉咗嗰個方向啦，咁佢就會變咗向西南面啦，係望住咧新都會廣場嗰邊嘅方向嘅。咁因為都係有啲比較矮嘅建築啦，咁所以就唔會話有太大嘅遮擋啦。咁變相呢間房咧就係好光猛啦。嗱，雖然呢一間咧就唔係主人房啦，咁但係見到個面積咧都幾大下㗎。咁呢邊咧就擺單人床，呢邊擺完衣櫃之後啦，咁其實中間咧仲可以做多張書台或者化妝台添。咁我哋睇埋呢一間嘅主人房啦。咁呢一間房咧就係同客廳同向啦，咁所以咧對比起啱啱嗰間客房咧就冇咁光猛嘅，咁但係佢都係有兩隻嘅大窗喺度嘅。嗱，雖然客廳嘅牆身就褪入咗，咁但係間房嘅面積都依然唔細。咁呢邊咧擺完張雙人床之後啦，咁其實呢度咧就可以擺衣櫃，咁中間都仲有唔少嘅走動空間。業主就喺2014年以大概438萬買入呢一個單位，咁自住咗一段時間之後再放租。假設最後成功以目前叫租16,800蚊租出，以業主當年嘅買入價嚟去計，扣除每個月管理費大概1350蚊。嗱，成個屋苑無論係邊一個尺數同埋開則都係呢一個費用噶啦。咁佢每月就可以實收到大概15,450蚊，可以享有大概4.2厘嘅回報率，咁高過同類型單位大概3.6厘嘅大市水平。嗱，呢一口價啦都貼近住同類型單位嘅市價㗎。咁舊年12月底嘅時候，C 座一個同尺數同座向嘅單位就以17,000蚊租出，尺租就大概係41蚊。咁由於嗰個單位係喺高層，咁所以位處低層嘅租盤，業主叫租低啲都係合理㗎。咁但係冇相差好多啦，除咗係內籠質素等因素之外啦，咁座數或者都有機會相關。租盤位於單邊嘅 E 座，咁住戶一落樓只要行幾步就去到另一個嘅電梯大堂，咁嗰度係前往地面嘅主要通道，同時連接葵芳站 A 出口，咁變相出入就更加方便同快捷。假設買家買嚟投資收租嘅話，咁參考我哋28House 嘅網站，嗱，呢個單位估值就大概係457萬，咁以屋苑大約4.2厘嘅租金回報率嚟去計，咁預估每月嘅租金咧就係大概16,000蚊。咁喺屋苑另一邊盡頭嘅 A 座旁邊，同樣有呢一個去地面公共運輸交匯處嘅電梯大堂，咁就對應翻港鐵站嘅 B 出口。咁我哋咁啱睇嘅另一個長直廳租盤咧，就係喺呢一座。單位都係位處低層㗎，咁但係叫租就比起啱啱嘅租盤高，要17,500蚊，而佢就面積418尺嚟去計，尺租就大概41個9，貴大概3%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呢？即刻入屋睇睇。嗱，呢個則咧同啱啱個單位一樣啦，都會有條長嘅玄關走廊啦，不過咧就冇咗個凹位啊，咁所以變相要做玄關櫃嘅話啦，咁就只能夠喺呢一度做一個薄薄啲嘅櫃，又或者咧要犧牲走廊嘅闊度啦。喺大門嘅左手邊咧就會係廚房嘅位置啦，咁比起我哋啱啱睇嗰個單位咧就係大啲㗎，咁係可以咧有條件啦做到3邊嘅工作台面啦。不過因為咧呢度嘅設計咧就係以收納量為主啦，咁下邊都係做晒櫥櫃㗎，咁變相咧呢度就要預留翻個空間咧去擺洗衣機喺度啦。雖然呢度嘅設計咧就係比較舊式啲啦，譬如好似瓷磚咁啦，都係用翻啲原裝嘅設計。咁但係譬如櫥櫃啦，呢啲望上去咧都係幾新淨嘅。出翻嚟行前少少啦，就會先嚟到一間房啦。咁其實係主人房嚟嘅。咁而家入到嚟咧，就會喺中間嘅位置就會有個衣櫃喺度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唔好諗佢撇除咗佢嘅話咧，其實見到呢間房咧都幾大下㗎，有條件咧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
但係美中不足嘅就係呢一間房嘅窗數量比較少，只係得一隻，而且都細隻㗎，所以間房會暗啲。咁轉出嚟咧就會係一個長直型嘅客飯廳啦。咁呢邊咧就會係擺飯台，咁另外嗰邊咧就係擺梳化。咁其實有中間咧都仲有個空間咧，可以擺到一啲其他嘅家私喺度。不過整體完整牆身就唔係好多。咁譬如中間呢度咧就會入去浴室啦，另外隔離咧就會入去另一間房。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話擺到好多個櫃。乍眼睇單位就唔算好新淨，但係代理就話啦，業主喺度執收緊㗎，可以叫高啲價錢，好大可能同呢一方面有關。單位咧就係向南嘅，都有啲意想唔到啦。咁其實我哋而家嘅拍攝時間咧就係晏晝嚟㗎，但係見到成間屋咧都係好光猛，有好多窗嘅。咁另外喺飯廳呢邊都仲會有一隻對流窗。咁呢度望出去咧就會係個公園同埋山坡景啦，亦都會望到隔離嘅多層停車場嘅。咁雖然呢個單位就位處低層啦，但係都啱啱好高過咗少少嗰個多層停車場，咁可以遠望到貨櫃碼頭嗰邊啦，咁就望到少少嘅海景嘅。等我而家試下影俾你睇，見唔見到個海景先？不過就今日個天色有啲蒙蒙地，望到少少嘅，有少少啦，有少少。呢度嘅客飯廳就冇啱啱嘅租盤咁大，部分面積除咗去咗廚房之外啦，仲有浴室。浴室咧同樣都係明廁啦，同埋附設咗企缸嘅。不過見到咧呢度嘅空間咧就比起啱啱嗰個單位咧就大好多，咁整體嗰個喐動嘅位置咧都會多啲。不過因為業主就冇做到洗手盆櫃啊，所以儲物空間會少啲。咁最後我哋睇埋呢間細房啦。因為咧佢係同客廳平排啦，咁所以咧見到佢嗰個光線咧都係非常之充足嘅。咁見到呢間房咧就冇咁至正啦，係呈現類似曲尺型啦。咁單人床咧就可以靠窗邊呢邊去擺，咁另外衣櫃咧就可以擺喺呢個位置，咁但係就只可以擺一個細細哋嘅衣櫃啦。而單人床嘅旁邊亦都可以再擺多一張細嘅書台。今次呢個租盤啦，就係由長情業主持有㗎。早喺一手嘅時候就要大概325000蚊買入，又係自住咗一段時間之後放租。佢而家就叫租17500蚊。參考翻近期同樣係長直廳嘅租賃成交，B 做一個同尺數同座向嘅單位就以16000蚊租出，圍起上嚟尺租就大概38個2。雖然參觀租盤嘅叫租就高出大約9%啊，不過因為已經租出嘅單位位處極低層，亦都唔係喺單邊位置，景觀冇咁開揚，所以有一定嘅差距亦都係好合理。不過再推前翻少少睇啦，舊年10月初嘅時候，同座同住一個高層單位就以17800蚊租出，同參觀租盤只係相差300蚊，就顯得業主似乎有啲進取啦。都幾講嗰個單位嘅質素同埋個供應量，依家個盤源都唔多，大概都係6個單位度，比較少。其實長期都唔會特別太多，約莫都係16000幾到17000幾蚊叫價咁樣。事實上，屋苑嘅租賃成交都幾活躍㗎。舊年全年就有大概70宗嘅租務成交，月租由15000蚊至到18500蚊，尺租就大概36個1至到46個3，平均大概41蚊。我都 keep 住上落唔會特別太大，因為其實佢唔同時段都有唔同嘅客路去揾咁樣。就算旺唔旺季，佢都會 keep 得到，都係一啲上車客或者一啲分支客會比較多啲。另外鄰近都有個都會大學啦，咁同埋都有甲級寫字樓啊，咁都會有啲專才嘅客戶都有喺度附近置業啊，或者甚至乎租樓都會有。睇返第二個參觀租盤，由於業主係一手買入，已經持貨40幾年，所以如果以佢而家叫租17500蚊嚟去計，扣除每月管理費1350蚊之後，係可以有接近60厘嘅回報率㗎。但係如果係近期先買入，又可以享有大概幾多厘嘅租金回報率呢？參考返舊年12月底，同在一個低層嘅長直廳單位，實用面積400尺，向新都會廣場方向，就以4868000蚊成交，尺價大概12100幾蚊。假設單位同樣以17500蚊放租，租金回報率就有近4厘。不過呢個數字都只係一個估值，只能夠作參考。始終座向同埋景觀唔同啦，仲有內籠質素等嘅因素，都會影響到單位嘅成交價同埋租金，從而改變所得嘅回報率。
價錢上都會比較近貼啲嘅。反而如果個差距個比率咧，都會係因應翻嗰個座數同埋個景觀咧，咁就會個差距會比較大啲。可能 D 座個景觀同埋個座數咧就會比較貼樓多少少，個銀碼上會比較會平少少嘅。咁如果 A、B 座或者 C 座嗰啲景觀會比較闊啲同埋開揚啲咧，咁個價位上就會比較高啲咯。咁我約摸預翻大概爭20萬度啦。通常我哋呢一個屋苑都係計冧心會比較多啲。咁睇翻舊年10月至到12月，新葵芳花園就錄得大概12宗嘅買賣成交，成交價就由大概418萬至到525萬不等，咁平均成交尺價就大概12000蚊。咁代理就話，而家買賣放盤同樣都唔多㗎，計埋連租約嘅有大概9個，咁叫價就由490萬起步。嗱，今日睇完呢一個屋苑啦，除咗佢嘅交通同埋周邊嘅配套好完善同埋齊全之外啦，咁見到啦，其實雖然佢有40幾年嘅樓齡啦，咁但係佢嘅保養啦都係非常之好噶，咁而且咧佢嘅間隔裏邊啦都係好市正同埋實用啦，咁所以有呢一個租值咧都係好合理噶。咁大家又係咪咁樣諗咧？都可以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咁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